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是数字人的一个技术啊，我们叫做 Latent SVNC， 而且呢是 1.5 版。Latent SVNC 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呢，大家经历了比较早的一个版本，也就是我们的 1.0 版，现在呢 1.5 版呢已经出来了，它里边呢有很多的更新。那这些更新的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一致性的改进动作更加的自然。第二个呢就是更好的中文支持，通过额外的训练呢，让中文的这种纯形表现呢变得更好。另外呢就是显存占用率更小，另外就是删除了对 Xformers 和 Triton 的依赖，因为大家在装 Tritons 或者是大家装那个叫 Sage Attentions 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Latent SVNC 呢，它最大的问题还是说不够清楚，而且呢，网上有很多的玄学的表述啊，比方有人说了，说你如果用一个网上下载的视频，它就会比较清楚，你自己生成的那个视频它就不清楚，所以说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谣言。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边呢，也会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些测试啊。那我会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生成一段视频。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进到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自己的工作流。然后用云端去跑的话呢，视频的生成速度会更快一些。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工作流呢，依然是混元。我这儿呢有一个图片，然后呢我用了一段提示词 The woman is talking 啊，就是她正在说话。然后呢我会生成一段视频，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的素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经过 Latent SVNC 之后，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准备了一段网上的素材，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跳舞的视频。那这个视频里边的话呢，其实呢这个人物是够清楚的，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会缩放一下，那待会儿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这个会比那个更清楚。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叫所谓的 Latent SVNC 这种技术。那有很多人呢会这样去讲啊，说 Latent SVNC 根本它的清晰度呢比不上 Sonic， 也比不上 Echo Mimic， 是这样的吗？是这个样子，就清晰度上来讲，它的确没有那两种技术表现要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认知上呢，其实有一些偏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技术呢叫做数字人技术啊，那我们把 Latent SVNC 可能会叫纯形拟合，但是我们会把 Echo Mimic 或者 Sonic 这样的技术称之为什么呢？叫 Talking Avatar 啊，就是说话的头像。那它本质的区别在哪儿？其实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 Sonic。Sonic 呢是将一张图片让它开始说话，不管它是什么风格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Sonic 它最终出现的效果。我们先看这个。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好，大家看到了，这是我们用这个Sonic 生成的一段视频，而且是我实测生成的。那么大家注意，它在嘴唇的变化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不清楚的，但是它整个的面部保持呢是比较的清晰的，所以说给你的直观印象就是Sonic 这种技术带给我们的清晰度呢是足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段。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那么它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能够注意到它的嘴唇呢也是不清楚的，它的清晰度呢主要来自于面部啊，那另外它肢体的动作非常少，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张图片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竞争的技术，叫 Echo Mimic。Echo Mimic 呢同样经历了 V1 和 V2 版，那我做了很多的实测的案例。那下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个。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定要经历悲伤、痛苦、背叛、欺骗。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 V2 版。这个 V2 版呢，其实呢使用了一些加速技术，所以说呢效果上有些折扣。这个 Echo Mimic 的 V2 呢，其实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Turbo 模型啊，就是涡轮增压模型，所以说呢它在质量上呢有一定的折扣，但是我们还是会感觉它的面部会非常的清楚，虽然眼部和嘴唇呢都会有一些走形。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种技术呢同样是将一个图片给它变成什么？变成这个视频，它的输入呢同样是图片，但是呢 Echo Mimic 呢会有更多的效果啊，因为我们知道 Echo Mimic 呢它是支持动作的，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就是
它的动作会更加的多一些，比 Sonic 来讲啊，但是面部的这种表现和纯形的表现其实是没有谁要好的呀，是没有这个 Sonic 要好的。这是这两个技术啊，那这两个技术其实都是把图片变成什么？变成视频。那这种技术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因为那个图片是不动的，后边的发展空间完全是由这两个技术本身来决定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Latent SVNC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把一个视频变成另外一个视频，所以说这个视频里边呢，它各种一致性的要求就会更多。所以说呢，它要生成一个清晰的面部，或者是保持原来的清晰度呢，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很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感觉上它没有原来那么清楚。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流派，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也会混用。那么你就想，你是要把一个图片变成一个数字人，还是要把一个视频做一个纯形的这个拟合，或者叫对口型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下边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 Latent SVNC 技术。我们先说缺点。第一个呢，它生成的这个嘴唇呢，相对来说是有模糊的这种元素出现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能看到它这个嘴唇，对吧？其实不清楚的，这是 1.0 版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呢，同样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嘴唇牙齿的这个地方呢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呢，它的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适应能力。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啊，比方第一个是在动作的，那这个时候是最简单的，右侧这个人物的头像呢，其实呢是静止的，所以说呢纯形拟合的效果呢也是最棒的。那这个呢就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你会发现我们周围的光照呢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Latent SVNC 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棒的。再往下边呢是一个这个人在不断的动，而且是头在动，还不是说他光有手势。那这样其实也会给 Latent SVNC 呢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你会发现它表现的呢都非常的棒。 1.5 相对于 1.0 版呢会更加的清晰占用内存会更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段视频，我们听一下。In this era of rapid advancement, technology stands as the engine driving societal progress. 大家会发现就是同样的在 1.0 版本里边的话呢，嘴唇模糊， 1.5 版本其实呢没有完全消除这个问题，牙齿呢依然不清楚但是呢你会发现相对的整体的清晰度来讲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当然呢你可以借助一些视频修复的手段让它的效果变得更好。那我们来看最终一个修复版的。 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or good night from outer space. Look.The view is amazingly beautiful. 那你会发现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它不单单是修复了人脸也可能进行了放大，同时呢增加了音效，让整个的这个视频的氛围呢就变得更加的生动。所以说呢这个总是有一些辅助手段存在的。那有人说了，那现在呢这个纯形拟合的技术呢也很多，那主要呢有两个流派嘛，要么是开源，要么是闭源。那么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呢网上也有一个对比，我们也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呢是闭源的，就是我们的可伶。可伶的话呢，这个说实话就是这个嘴唇修复的痕迹或者叫 AI 的这个感觉呢会更突出一些。那中间的这个呢我们叫做 Face Fusion， 如果大家用过的话可能也知道它是换脸的一个东西，也可以做纯形的拟合。这个呢精细的程度是不够的，因为它重点可能在脸部的这个表现和换脸上边。那右侧呢就是 Latent SVNC， 这个呢应该说比可伶呢稍差一些，但是比 Face Fusion 呢还是要好一些的。下边呢我们回到这个软件本身。那这个软件的安装呢其实很简单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将这个给它克隆下来，然后呢我们进到这个文件夹里边去，然后安装所必要的第三方的扩展库，同样我们是通过 Python 的 pip 程序来进行安装。然后呢就是模型的下载。模型下载的话呢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动下载。自动下载就是你把这个东西装完之后，然后你打开你的 Config， 然后去运行它的示例工作流，在这个地方
直接把它拖到你的 ComfyUI 里边去。然后呢，你在跑这个模型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模型。这种的好处是比较简单，你不用管，你等着就行了。坏处是它完全是静默的啊，就是你不知道它下没下着，你就一直等，而且时间可能很长。你只能通过资源管理器的网卡的流量来判断这个下载的进程有没有在进行。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手动下载。手动下载的话呢，大家可以点开抱抱脸的首页啊。然后呢，你可以点开 Files and Version， 那你可以看到相同的一个目录结构。如果你下载它的话呢，同样的是可以通过 Git 进行下载的。大家可以通过 Git 克隆把这个完全下载下来。当然呢，你还可以通过抱抱脸的客户端，这个相对来说可能难度更高一些，因为 Git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是装着的，对吧？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使用哪种方式进行下载。那下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载完之后的一个目录结构。首先是 Custom Node 里边，然后呢，我们克隆出来的这个 Latent S1C， 点开之后呢，我们的模型呢其实并不在 Model 里边，而在这个 Checkpoint 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里边的话呢，主要有这个 Latent S1C 的主模型，然后呢，还有 Whisper， 也就是语音识别的这个模型，这儿用的就是一个 Tiny 版本的啊。这个主要的模型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呢大概不到5个 G， 这个呢是 1.5 个 G， 这个 Whisper 呢，这个呢是72兆，所以说下载完之后你最好校正一下，别的我觉得出错的可能性不大。然后呢，在它的 workflow 里边呢，有它的基础的工作流，你把它放在你的 ComfyUI 里边就行了。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工作流。我给大家准备的工作流呢，会更加复杂一些，而且表现呢会更加精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这个视频，我这鼠标不能往上移啊，因为它自身带声音。那你注意啊，这个呢，其实我是把视频当中人脸的部分给它抠出来了。抠的方式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这儿注意这个技巧，抠视频的人脸和抠图片的人脸呢是不一样的啊。视频的人脸呢，我们必须把每一帧的人脸抠出来，然后把所有的这个 mask 给它取一个并集，才能最大程度的把这个人脸给它抠出来。然后呢，我们使用一个 bounding box， 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裁出来。这儿这个 padding 我设的比较大，就是这个边距呢我设成了40。如果你紧贴着这个脸呢，我们总觉得它所谓的叫 context 这个信息是不够的。完了之后呢，下边就是一个基础的这个 latent S1C 了，就是这个东西。注意这个 crop face 就是刚才我们切出来的这个人脸，也就是它。然后呢，我会经过一个 upscale， 你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儿呢，我给它扩大了2倍。因为你要精细的去表现的话，像素点需要足够，所以说你必定要把它扩大。你说我扩大多少？为什么扩大2倍？因为如果你要不是2倍的话，这个采样可能过不去。为什么？就是它要求这个必须得是双数，就不能是个单数啊，就是它必须要被2能整除。所以说你要是不能被2整除的话，那这个节点可能就会报错。那我这儿呢就投机取巧，反正我也要放大啊，干脆我就放大2倍。我一旦放大2倍，它肯定是2的倍数，对吧？然后呢，这儿有一个 adjust， 你说 adjust 是干嘛的？这个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音频呢，和这个视频呢，它都有一些固定的格式。比方视频呢，我们会要求这个视频的帧率呢应该是25帧，这样效果是最好的。那同样呢，这个声音也需要处理一下啊，声音呢有这个采样的频率啊。比方说有1600K 赫兹，这个我记不太准啊，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就是在这个采样的频率下呢，这个效果会是最好的。原来呢，我们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需要手动的去调。现在呢，像这种节点呢，是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全给处理掉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个 FPS 呢就是25帧，尽量的你在加载视频的时候，这就设成25帧。另外音频你经过它之后呢，也会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那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音频。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这个呢也是我用语音克隆生成的一段。然后呢，我们下边看一下，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啊，叫 lips expression， 就是嘴唇的表现能力。这个呢，在它的官网上呢也说的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叫 lips expression 啊，它主要是控制嘴唇的这种表现力的，默认呢是 1.5。如果你希望它有更好的表现，就是嘴唇的动作更多，那可以是 2.0 到 3.0。如果你让它的嘴唇的动作更小，
那你可以是 1.0 到 1.5。 它这儿呢有一个 tips， 就是一个技巧啊，说如果你是一个人他在演讲，然后呢他的这个面部表情都比较丰富，嘴唇呢也需要着重表现，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设到 2.0 到 2.5。 那如果是传统的对话的话呢1.5 就可以了啊。另外关于采样步数呢，它这也有一个设定，那我们呢就按照传统的去设就行了。这儿我们用的是20步采样。那最终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啊。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现在这个技术的缺点我们就看出来了，对吧？不清楚，因为其实我们抠出来的这个人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到这儿呢，它就没有刚才那么清楚，对吧？那怎么办呢？可能传统的 Latent S1C 到这儿就结束了。那我们既然都抠出来，当然是要进行一个精细化的处理。那我们在上节课呢，其实给大家讲到了视频放大和修复的这个技巧。我现在已经把视频给它放大了2倍，那我这儿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复。那修复的方式跟我们上节课讲的是一样的。下边我们看一下主模型用的是 One 1.3B， 这是 Clip 和 VE。然后在这儿的修复呢，我用的是一致性修复，所以说呢我这儿用到了一个 LoRa。 这个 LoRa 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Tile Control 是吧？那这是它抱抱脸的主页，大家下载这个 1.0 版本就可以。然后完了之后呢 SLJ 就是 Scape Layer Guidance， 那我们跳过的同样是9层和10层。然后这儿是 0.2 到 0.5， 这是 Tcache， 然后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修复就可以了。修复完之后呢，这个效果就好很多。我们来看一下，非常清楚。你注意，修复完之后你必须验证一下嘴唇是不是受到伤害了，就是当我鼠标移上去，他开始说这话的时候，你看能不能对上啊？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我觉得非常的棒。那修复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比原来这个就要清楚很多。对比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吧？清楚很多。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视频给它缩小，再放回到我们的这个原视频当中去啊，就粘回去就可以了。这里边不会用到 mask，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一致性的修复，你直接往回粘应该问题不大。当然如果你细看，可能那个接缝的地方是能看出来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大家会发现啊，粘回去之后效果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把它缩小了嘛，清晰的东西缩小就看着好像就更清楚一些，然后放到整个的这个环境下边，那么就衬托着整个的嘴唇啊、脸部就更加的清楚。这是我们网上下载的视频的一个表现的效果。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生成的视频，整个的思路是一样的啊。首先呢，我们把这个人脸给它抠出来，那这个其实一致性的表现呢就稍差一些，尤其是在色彩这个地方。这儿明显脸发红，对吧？不用去管它啊。然后经过我们的 Latent S1C， 我们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我鼠标移上去啊，我们看一下嘴唇和这个声音的匹配。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是不是非常的棒啊？因为它整个这个嘴唇动作会更大。然后呢，我们修复，再听一下。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效果其实更好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终的效果，我把它放大。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大家会发现啊，这个真的非常的棒。那所以说呢，大家不要相信网络上那种玄学哈，就是下载的一定比自己生成的效果要好。这个完全取决于什么呢？就是你原始视频它嘴唇的这个动作，如果嘴唇整个是闭着的，那它在控制它张开的时候呢，其实就不那么容易啊，嘴唇动的幅度呢也不会那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原来的视频它的嘴就在动，那整个的效果会好很多。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然就是分辨率。所以说呢，你那个原视频不管它是生成的还是下载的，如果你不清楚啊，它怎么最终的效果都不会特别好。另外你要注意，我这套工作流呢，其实呢非常大的节省了这个内存啊，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对整个这个视频进行修复的，而只是对人脸进行了一个纯净拟合，然后再把它粘回去。那我这儿投机取巧是直接往回粘，按道理来讲呢，其实你应该有一个遮罩，然后有一个 blur 的过程啊，然后粘回去呢，它就会更加的自然啊。如果是这样，你会发现你细看，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方形区域的，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思路，希望大家掌握这种思路和方法。假如你要生成一个数字人，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节省你非常大的这个时间。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
懂爱的人。